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来自波兰的重口味惊悚影片，名为《寂静之夜》。话说在波兰有这样一家养老院，他们不仅提供养老服务，还为老人们提供色情服务。很多老人不惜花重金，挤破头了也要来这里燃尽余晖。男主就是其中之一，可不知为何到最后他竟然学习了整个养老院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使得男主下如此重的手呢？先带着这个疑问，马上走入今天的剧情部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开始。故事发生在波兰，男主约翰是个80老头，可年迈的他却被儿子和儿媳妇送到了养老院。为什么要将其送往养老院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悲剧了。原来约翰以前是个话剧演员，工作还算体面，年轻的时候攒下了很多钱，老了与妻子买了个大房子，本以为可以在这儿安享晚年。可在不久前，他的妻子没有挺过自己的80大寿，病逝了，只剩下约翰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在这大房子里。也就此，儿子提议不如把这大房子卖了吧，然后在城里重新买一个大房子，与我们一起生活。正好儿媳现在要生了，约翰一听那也行吧，至少跟儿子和儿媳一起生活，多少也有个照应。不过现在有个难题，那就是儿子已经把大房子卖了，可现在他自己的房子有点小，压根儿就没有约翰能住的地儿。所以没办法，儿子劝父亲先去养老院住几天，过不了多久买了新房子就给他接回去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儿子还特意带走了陪伴约翰已久的狗。要知道儿媳现在怀孕的状态，他是很烦狗的。也就此，约翰才放心走入了养老院。可第一次住进养老院的约翰是哪都不适应。首先头疼的是给他分配了一个话痨室友，而且还非常的封建迷信，弄得约翰是心烦意乱。Przepraszam, pan jestem trochę zmęczony. No jasne, jasne. Nie przeszkadzam. 收拾好行李以后，经过一天的劳累，约翰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这张狭小的单人床睡得他是腰酸背痛，本想清静一下，可又听到了话痨室友在一旁嘟囔。不过这次他说的话并不让约翰感到反感。Co tam się śniło na nowym miejscu? Pierwszy sen należy zapamiętać, bo to się potem spełnia, podobno. 恰巧昨天晚上他刚好梦到了已故的妻子，如果愿望能成真的话，那他还真就希望这个梦想能实现，以至于他马上走到了养老院门口的许愿池，许上了让妻子复活的愿望。之后到了早餐时间，由于刚刚到来还处于社恐状态的他，特意找了一张没有太多人坐的桌子坐下了，结果迎来了无比尴尬的一幕。之所以这张桌子没人，那是因为面前的这个老太太是个精神病。没办法，约翰只好跑到了室友那张桌子，这张桌子的人也不咋正常，物以类聚，那是人以群分。话痨室友的这张桌子坐的都是碎嘴子，弄得约翰是根本无心吃饭。可刚要静下心来将食物放到嘴里时，旁边有个老头直接当场暴毙了。Spokojnie, no. 此刻的约翰内心非常沉重，不知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晚上睡也睡不好，白天吃也吃不饱，最重要的是还要忍受这帮老头的话聊。傍晚时分，烦躁的约翰是久久无法入睡，只能靠写作来平静内心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，约翰下意识地朝着奇怪的声音走去，最终来到了养老院的地下室。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约翰竟然发现墙上被困了一个人，不应该说是人，应该说是一个可怕的物件，而且他还能说话。物件表示，既然你能看到我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名为路西法，是掌管亡灵的神，但不小心被困在了这里。如果你能帮忙释放我的话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释放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找到养老院的水井，然后跳下去，到达最深处有一个叫虚无的地方，并且找到一颗宝石，然后将其击碎，便可以放了我。当然放了我之后，你的愿望也可以随之实现了。听完这些话，约翰差点笑出声，自然是认为这肯定又是自己做的美梦，反正也是梦，那不妨试试，万一实现了呢？随后他顺着井口就跳了下去，结果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，让他也彻底分不清了。随着一声尖叫，约翰再一次从梦中醒来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竟然在胳膊上发现了伤口。难道说昨晚发生的事是真的吗？也就此，他重新顺着地下室找了过去，企图再次找到那个物件，证明昨晚发生的不是梦。结果就在此时，不巧被院长发现了，最终将其带到了院长办公室。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约翰在院长面前像老师在教育孩子一样。但有一个问题让约翰觉得很奇怪，那就是院长询问他最近有没有睡好。约翰
很想说自己的睡眠质量那是一塌糊涂，但还是憋了回去，也很容易理解，他自然是不想惹怒院长，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不久后，在养老院祷告的环节中，室友的一句话让约翰听了有些后怕。室友告诉约翰，如果院长问你睡得好不好，你一定要说睡得好，要不然他就会给你分发药物，而吃了这种药不但不能治病，反而还会出现幻觉。说白了，这就不是治病的药，而是拿我们给药厂免费试药。Peter pensait bien. Poi spanżeś leto, od razu cukierki dla wariatów dostaniesz. A pan myśli, jak te firmy farmaceutyczne swoje leki testują? Na kim oni je sprawdzają? Takich starych to nic nie powie. Co powiesz? Pan, że masz haluny? 这不歪打正着了吗？还好约翰当时没有说自己睡不好，要不然还真就被当成白老鼠了。可逃过一劫的约翰心情仍旧不是很美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自然是因为之前做的怪梦。如果说因为服用药物导致他出现幻觉的话，约翰反而还能放心一点。现在就尴尬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吃过药，难道说自己真的得了抑郁症，或者是真的疯了吗？此刻唯一能求助的人只有儿子了。傍晚时分，约翰掏出手机，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儿子，结果另一端传来的永远都是不在服务区。可怜的约翰只能自己消化问题了。几天后，迎来了养老院1个月举行一次的联欢活动。可在这联欢活动当中，约翰看到的并不是幸福快乐，而是满满的凄凉。室友告诉约翰，其实自己来这家养老院的目的就是影片开头说的，这家养老院带有特殊服务，只要50的当地货币便可以要求护士跳脱衣舞。Pokażę cycki. Jak to? I co to ma być ten racunek? No to lepszy rzecz jak idź. 实话一出，父亲约翰是彻底明白了，儿子给他送进来是享乐来了，想让他快点忘记已经死亡的母亲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这思想实在是太前卫了。此刻的约翰是一脸悲伤，怪不得自己在养老院显得格格不入，本身与他们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。说白了，来这里的老人无疑不是想进来搞破鞋的。用室友的话讲，我们都是入土大半截的人了，此刻不享乐，什么时候才享受呢？可这种行为在约翰的眼里就是肤浅。虽然他们年纪上称得上是老人，但心智这一块永远是不成熟的。甚至约翰认为，这一类人一辈子也不能懂得什么是性，什么是爱。所谓老伴儿，老来相伴。约翰为什么如此想念自己的妻子呢？是因为多年的陪伴，多年的互相照顾，这些珍贵的回忆岂能用性来衡量？此刻的约翰仿佛又看到了妻子的身影，不由得再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可此刻的伤心，除了是对妻子的思念以外，还有悔恨儿子对自己的误解，给他送到了一家格格不入的养老院。第二天醒来，一位健身美女来领着做早操，这里就更讽刺了。这位年轻貌美的女人身体好着呢，她可不在乎面前的老家伙们能不能跟上，动作幅度那是非常大，差点没给约翰的老三板子弄散架子了。约翰好心提醒养老院医生，表示这早操实在是太坑人了，要不然就取消吧。昨天黄头发老太太就晕倒了，医生只是敷衍的说了一句知道了，就把约翰打发走了。结果第二天悲剧就发生了，正是那个黄头发的老太太因为剧烈运动导致脑出血当场暴毙。此刻的约翰对这家养老院的抵触已经到达了顶点，他现在是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。终于传来好消息，那就是他的好大儿过来看他了。看到儿子以后，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，约翰那是无比想念，更是高兴的手舞足蹈。不过很快，约翰的笑容就逐渐失去了，因为这次来并不是接他回家的，而是给他续费来了，让他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。因为新的家还在装修，儿子问父亲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，告诉约翰直接说不用不好意思。父亲吞吞吐吐的说了一句还行，挺好的。儿子马上露出了笑容。随后他给老约翰拿了一个纸箱，儿子说里面都是一些老的物件，正好你待着没事，不妨拿出来看看，回忆回忆。说白了，这里头全都是父亲的东西。回到宿舍以后，室友的一句话让约翰彻底破防了。约翰向室友吹嘘，看见没，我儿子来了，我马上就能出去了。可室友马上回怼道，都把你的个人物品送来了，还接你啥呀？你别瞎合计了，每个老人都说自己待不久就能出去，可一直住到死都没人来接他。Naprawdę, jak tylko syn skończy remont, to ja przeprowadzam się. Będziemy razem mieszkali. Każdy tu jest tylko na chwilę. No, zostaje do końca.
直到约翰看到拴爱狗的那条绳子，才明白儿子对自己说了谎，狗可能已经被送人了。此时的约翰正无比伤心，虽然他与这些老人相处的并不愉快，但至少有一点他们都是相同的，那就是这些老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寡老人，都是一些只能在这儿住到死的老人。随着老人们一个一个的离世，护士们机械的清理他们的物品，约翰突然看到了未来可怕的场景，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清理的人。如今的他好像是这世界上最孤独的老人了，最无助的老人了。既然都这样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敢尝试的呢？还有什么不敢去做的呢？没错，此刻的他突然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梦，突然回想起挂在墙上的那个物件。如果真能实现愿望，如果真能找回自己的老伴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随后他再次来到养老院的地下室，结果这次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大石门，门口竟然被一头怪异的狮子守护着。本来约翰想趁他熟睡偷偷溜进去，结果不巧惊动了狮子。约翰见此那是撒腿就跑，结果在2楼与院长撞个满怀。院长立即叫护士过来，给约翰搬到了床上。这次昏迷，约翰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到了院长的问候、护士的特殊服务，以及儿子过来看望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只想要自己的老伴，只想让老伴躺在自己身旁。也是在此时，约翰突然惊醒。醒了之后，约翰试着再次给儿子打了一通电话，这是他最后的希望，希望能与儿子正经的通上一次话，也希望儿子能把自己接回家。结果对面传来的又是暂时无法接通。此刻的约翰再也绷不住了，委屈的大声哭了出来。从这以后，约翰变成了白老鼠，开始吃药了。自然是因为他撞上了院长，院长认为他出现了幻觉，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他怎么也不明白怎么活成了这样。不过他也仿佛又看到了贤惠温柔的妻子。一天晚上，他第一次语重心长的与室友聊天。他说，在这家养老院存在着一种亡灵的神，只要释放了他，便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今晚我就准备这么去做，但需要付出这里所有人的灵魂，对不起了。说完，约翰便起身偷偷拿走了存放药的钥匙。紧接着，约翰把一瓶安眠药偷偷藏进了一块肉里，并将这块肉拿给了守护石门的狮子。头脑简单的狮子没一会儿就被迷晕了。趁着他熟睡，约翰成功潜入了养老院的最深处，并且来到了之前说的那口水井面前。紧接着，约翰纵身一跃跳了下去，通过不懈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亡灵之神口中说的那块宝石。接下来的一步便是砸碎它，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棘手的问题来了。宝石那是无比坚硬，无论约翰怎么使劲，就是砸不碎。可紧接着背后传来了怪物的吼叫声。约翰回头一看，坏事了，原来守护宝石是个水怪。可即便是这样，约翰也没有惧怕，仍旧想尽一切办法砸碎石头。也可能是这一点疏忽了后方的怪物，最终被怪物紧紧锁住了喉咙。正当约翰马上失去意识的时候，他松开了双手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石头竟然被摔碎了。紧接着自己便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养老院已经横尸遍野。正如亡灵之神说的那句话，实现愿望是需要很多灵魂的，也就是说，所有老人的灵魂都被亡灵之神收走了。但这个亡灵确实实现了约翰的愿望，最终他与妻子相见。自此影片结束。当然最后这一段实际是约翰的幻觉。影片有一个细节证明了这一点，那就是室友翻看约翰写的日记时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说明约翰他就是个精神病。实际情况是妻子离世导致约翰患上了精神疾病，最终被儿女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而精神病院的种种行为让约翰难以适应，可儿女们又不接他回家。最后约翰受到刺激，幻想出了亡灵之神，凭借一己之力将养老院的所有老人全部屠杀。虽说这是一部惊悚影片，但看完却莫名的让人很伤感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。我是马蜂说电影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厚爱，我们下期见。